来，哎，坐。春节老同学聚会，桌上的鱼头连续第5年对准了我。按照规矩，鱼头对谁，谁就要买单，以此换来1年的好运。鱼来了。嘿呀，今天又是林峰、梁宇你们2口子，这鱼头还真是偏爱你们呢。是啊，连续5年了吧，林峰？你那么宠梁宇，看来今年又得你买单了。来年肯定一路发。哪里，这都是托大家的福，这好运轮到谁，谁就接着呗。是啊，毕竟林峰这几年可是越混越好啊。我原本像往年一样，把这当成他们对我的祝福，直到这次我们还要像往年一样，故意买通服务员，把鱼头对准我和他一定会发现的。你还心疼上他了啊？你忘了是他把你抢走的，他让我们父子俩没了老婆，没了妈妈。原来每年鱼头对着我和梁宇，都是他们安排好的。我不就让他每年出这么一顿饭钱，你还心疼上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这次特意点了50万的菜，看你怎么收场。年终奖到账50万，没想到我的年终奖刚好是50万。没想到这5年的好运不过是他们编排。既然你们想吃大货，那我就让你们吃个够。梁宇、宋伟，我会让你们把曾经从我这儿得到的连本带利还回来。老婆，你去哪了？怎么去了那么久？没什么，去了趟卫生间。服务员，今年的规矩改一改。什么意思，林峰？想赖账？这同乡会的规矩可是定了好几年呢。谁说我要赖账？我只是觉得，既然我是幸运星，这一桌子菜也太寒酸了，配不上大家的好运。老公，这已经不少了。哼，这有什么呀？服务员，点菜。这澳洲龙虾不错，每人来1只，要最大的。这帝王蟹先来3只，做清蒸口味。好的。哎，这点酒哪够？这18000一瓶的茅台，再来5瓶。林峰，你真要请这个？老公，这太破费了吧？这有什么？大家高兴最重要嘛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大家就千万别客气，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！反正都是我们林峰的福气嘛，啊，是吧？对呀，那我们就都跟着林峰享福了。之前就听梁宇说，林峰现在可是公司的高管啊。你像往年，我们哪吃得上这些菜？可不是嘛，今年就是沾了林峰的光，是吧？嗨，林总，今年运气肯定更好，更旺，确实是好事。各位贵宾，这是我们专门为你们定制的鸿运当头鱼，刚才那条鱼只是个配菜。咱们就再赚一次啊！我估计还得是你，他运气最好了啊！反正赚多少次，只会是姓林的那冤种掏钱。恭喜这位男士鸿运当头，祝您年年有余，大吉大利。恭喜宋哥，宋哥，5年了，这好运可算到您这儿了。
这鱼头转向您，你今年可是要发大财，这可真是天大的福气啊！宋伟，之前都是林峰两口，看来从今年开始就轮到你走好运了。好啊，这鱼一看就吉利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毕竟我可是花了比宋伟高3倍的价才让他反水啊！不对呀，这明明就……哦，宋哥，什么不可能？应该是什么？这是不是搞错了？梁宇，你什么意思？大家都看着呢，这转盘停得稳稳当当的，这可真是天大的福气。还是你觉得宋哥配不上这福气啊？你作弊！你这个坏人作弊！爸爸明明跟妈妈商量好了，给了上菜几年钱，让他把鱼头对着你了，怎么变成对着我爸爸了？你欺负我爸爸，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别说了，别说了！你这个坏人作弊！爸爸明明跟妈妈商量好了，给了上菜几年钱，让他把鱼头对着你了，怎么变成对着我爸爸了？欺负我爸爸，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原来是这个搞错了。林峰，你听我解释。难怪之前一直都是林峰给钱，原来是这个梁宇跟宋伟串通好的。可不是嘛，这梁宇都已经嫁给林峰了，还跟着前夫不清不楚的是吧？而且他还跟前夫联合起来一起坑林峰，你说说看，是不是傻？小孩子不懂事乱说的。林峰，我怎么可能针对你嘛？哎呀，童言无忌嘛。不过宋伟这单亲爸爸带个孩子，没有钱买这单啊。这顿饭看着可不便宜呢。那要是轮到我买单，是不是就是我活该？你年薪那么高，这顿饭对你来说也没什么。要不还是你买了吧，别让宋伟难堪了吧。是啊，我一个人带着号不容易，哪来的钱买单？老公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要不这单还是你买吧，别让外人看笑话。哼，你前夫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刚才就属他叫的最凶，让大家放开了吃啊！大姐，既然你这么心疼他，那这个单就由你来买，也不贵，也就60几万，60多万，相信你能负担得起啊。梁宇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为什么你们之间算计要让我来买单？这5年你把我们的事情事无巨细的跟你前夫汇报，你可真够深情的。林峰，服务员，买单。对了，让那位宋先生买。一共63万8千，某个零，一共63万。我没钱，我没钱。哼，你没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还有，这是规矩，你定的，不能违反的。梁宇、宋伟，你们放心，这只是开始而已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还真的来了。反了你了！你居然敢陷害自家人！你看把宋伟逼成什么样了？60万啊！你是要逼死他们父子俩啊？妈，规矩是他们定的，鱼头转向他，他买单，天经地义。放屁！他是外人吗？他是浩浩的亲爹，梁宇的前夫。你既然娶了我女儿，你的钱有一半就是我们梁家的，替我外孙的亲爹买单啊，那是你的本分。哼，本分？我的本分就是当提款机。你不当提款机当什么？结婚5年了，连个种都没剥下来，害得我女儿以后都没有依靠，花你点钱算什么呀？今天这60万，你赶紧给我拿出来！哼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。都是因为你！今天晚上我女儿的信用卡都刷爆了，还把我的养老钱都贴上了，还找人借了不少的高利贷才凑齐这60万。你赶紧把钱拿出来！老太婆是视财如命，动了她棺材本，难怪她这么激动。这是他们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坏男人，赔钱！
梁宇，你不管管。林峰，你还是先把钱拿出来吧。3年龄大了，浩浩也受到惊吓，这事依你而起，你得负责。不而起，我的钱1分都不会给你们。反了你了啊！你不拿出来是吧？不拿出来我们自己找，赶紧搜！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的信用卡。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现在的行为属于是私闯民宅，还想抢钱？如果我现在报警，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会有什么下场？报警？有本事你报啊！你只要敢报，我就让我女儿跟你离婚。林峰，你还是先把钱拿出来吧，60多万，我实在拿不出来。你怎么有脸这么理直气壮的朝我拿钱？我是欠你的吗？还是说我就应该为你前夫付出代价？你与其跟我说这些，不如让他们住手。这是什么？你看看，这个没用的太监居然在外面养野种了！你看看，这个没用的太监居然在外面养野种了！怪不得不肯生孩子，怪不得把钱藏着掖着呢，原来都在外面养野女人和野种了。林峰，什么意思？这5年你一直在骗我，这孩子谁的？哎呀，梁宇，你还真是惨呐！你在这边累死累活的，别人在外边跟人连孩子都有。表面上看那么正经，原来是个渣男呢。林峰，我希望你给我解释。我跟你解释，那你是不是更应该解释你和宋伟之间的事情？离婚，马上跟他离婚，让他净身出户，把工资也吐出来。我们老梁家的女儿绝对不嫁这种不干不净的男人。林峰，我一直以为你是真心对我的，结果呢？你之前不是要离婚吗？你做出这种事情，正好可以把婚离了。你婚内出轨，1分钱也别想分到。好呀，我要有妈妈了。哎，梁宇，刚才他不是很得意吗？现在怎么一声不吭？这分明是戳中他的痛点。哎，这就是你挑的男人。林峰，你现在给我说清楚。梁宇，你就这么确定我背叛你？林峰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说我背叛，那我问你，结婚5年，你都付出了什么？还有，你的工资卡都在他们手里，他们父子俩过得不容易，你赚钱够养家的，我钱给他们一些，他们也好过，这不很正常吗？哼，正常到这几年给他们转了200多万，在法律上，这些可都是我们的婚内财产。你自己不干净，你还有脸说我？这一声爸爸喊得可真够亲切的，你还敢说这孩子不是你的？没想到全都忘记了，这些信是山区一个叫小花的女孩写的。5年前，梁宇为了追求我，在我面前表现爱心，资助了这个女孩。但没过2个月，他就把这件事忘到了九霄云外。我不忍心看着那女孩再次辍学，便悄悄接手了资助。这一资助就是5年。小花是个感恩的孩子，逢年过节就会寄信来，信中便一直喊我爸爸，叫梁宇妈妈。没想到这一声爸爸成了这一家人攻击我的把柄。梁宇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信不信我？证据都在这，你让我怎么信？你把今天晚上的钱填上，这事儿我不报警，也不跟你追究，这日子还能凑合不？梁宇，你真让我恶心！你说什么呢？啊，
你骂谁呢？啊，你自己出轨啊，找小三还好意思骂梁宇？梁宇，这你不能忍，这要换成是我，鸡巴嘴巴子上去了。林峰，你有什么脸这么说我？梁宇，睁大你眼睛看看，这是编，继续编。宋伟，你打我女婿，看我不打死你个丧门星！够了！打死你个坏男人，打死抢我妈妈的坏人！妈妈，坏男人打我，我的头好痛！你跟孩子计较什么？装什么装啊？不就被浩浩轻轻碰了一下吗？一个男的连这点痛都忍不了，浩浩头都肿了。这可是你的亲生儿子，浩浩要是再少一根毛，你这辈子别想见他。就是，浩浩还流了很多血呢，赶紧送医院。医生，梁宇，快叫救护车！我好像不行了。帮我叫救护车！你离婚协议，我要他净身出户，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林先生，医生建议你先别着急起来。医生，我的伤。林先生，您受伤情况很严重，万幸您的律师及时让我们对你进行了救治，再加上您的运气很好，没有危及生命，但仍需尽快进行手术，静养一段时间。林先生，像您这样的伤势，如果不是运气好，只差那么一点，就会造成生育功能严重受损，甚至有死亡的危险。如果您的伤势是被人弄伤的，我建议您马上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，这已经算得上是故意伤害了。谢谢医生你的关心，剩下的事让我自己处理吧，请您尽快给我安排手术。差一点，我竟然差一点就被他们害死了。好的，林先生。林先生，现在梁宇和宋伟没有对你造成更严重的后果，要不要考虑放过他们？毕竟再闹下去对你名声也不好。放过？我运气好不代表他们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伤害，我的运气跟他们的恶劣行径没有任何关系。既然他们做了，就要承担后果，按照最严重的情况去执行。准备好材料，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林峰，你在哪个病房呢？我来看你。梁宇，没有必要了。你是林峰林先生的家属？是，医生。我老公怎么样了？他有什么大碍吗？林先生在这个病房，他的情况很严重，你赶快过去吧，我去拿个资料，马上回来。梁女士，我是林先生的律师，请回吧。林先生的意思是，他现在不想见你。不想见我？明明是他有错在先，他还不想见我了？他是不是以为装可怜我就会心软？他是不是想用这种方式逼我低头？林先生说，你和他从此以后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他以为他是谁啊？恩断义绝？他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？让我去见他，装病他还有理了？明明是他自找的。女士，请冷静。林先生没有装病，他的情况很严重，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安静。严重？我看他是在演苦肉计吧。他不就是被我跟浩浩推了一下吗？能受什么伤？装腔作势的。梁女士，请你看清楚，林先生遭遇重创，险些丧命，他现在必须立即进行手术，否则依然会有生命危险。这不可能。他是不是想用这种方式挽留我？以为把自己的情况说得严重点，我就会原谅他？
你真是太卑鄙了！林峰就在这儿，快来！嘿呦，林峰，你这苦肉计演的可真够像的啊！还说快要没命了，我看你不是好好躺在这儿吗？你八成啊是想骗我家女儿回家吧？你们来的正好，省得我再去找你们。哎，林峰，梁宇可是连浩浩都没照顾就来看你了，你就这个态度？林峰，你够了！梁宇都来医院看你了，你还躺床上呢？装？你还在装？你八成是心虚了吧？还离婚？你还有什么脸提离婚啊？想离婚？做梦！明明就是你先害得我们拿出60多万，你还不愿意拿钱，你不就是在气我先送浩浩去了医院吗？我虽然跟宋伟离婚了，但浩浩毕竟是我的儿子，你跟他有什么好争的？这是离婚协议书，你看看。什么离婚协议？林峰，你还有脸提离婚？哼，你要想离婚也可以，除非你自己净身出户，否则没门儿。你跟我离婚，明明都是你的错，你不就是觉得我跟宋伟的关系走得太近吗？可是你知不知道，你每天只知道工作赚钱，你根本从来都不关心我。我生病的时候你不知道，我受委屈难过的时候你也不知道，你根本就不爱我。你跟我结婚还跟你前夫不清不楚的，还拿着我的钱去养你前夫和他的儿子。梁宇，你可真够恶心的。你他妈说什么呢？如果你们再敢对林先生有任何过激的行为，我们马上报警。你凭什么说我？明明就是你的错。宋伟他不管再忙再累，他也会抽出来时间陪我，知道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。他比你好100倍10000倍。关心？他关心的怕是你口袋里的钱吧？要不是你这几年陆续给他转了200多万，你以为他对你是真心的？可真够可笑。你胡说八道！宋伟他不是那种人。雨波，你现在跟我承认错，承认你背着我偷养野种，承认你不该跟宋伟争风吃醋，承认你推了浩浩，我就原谅你。现在原谅？梁宇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是谁把家里的古董打碎？又是谁把我打成重伤？你现在居然还想让我认错？真是疯了！这5年，我到底爱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？哼，脾气还真够大的哈！不认错是吧？我倒要看看，等你躺在手术台上没人签字，看你的嘴还能硬到什么时候！就是林峰，你这个手术没有梁宇签字儿，你休想做得成。到时候我看你怎么求梁宇。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，现在请你们滚。现在请你们按照林先生的要求离开这里，不然我就叫医院保安了。林峰，你……哎，算了，既然这么不舍得，浩浩还在医院里，你这个亲妈应该好好照顾照顾他。林峰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你就躺在这儿，最好躺一辈子，有你求我女儿的时候呢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现在还在说这些，该后悔的只会是他们。林先生，那我现在开始处理接下来的事情。先不急，趁着我住院，先让他们好好相处一段时间，让他们知道没有我这棵摇钱树，他们能相亲相爱多久，让他们好好享受一下没有我的幸福生活。这场戏才刚刚开始。哎，梁宇，你回来了，累了吧？林峰那个混蛋就是个卖眼狼，他根本就不懂你的好。浩浩需要妈妈陪，来照顾照顾他吗？还是你最懂我。那肯定啊。
上！哎，对了，梁宇，为了照顾浩浩，我把工作辞了啊。那个，你忙完了，帮我把这个衣服洗了，都好几天了。你辞了工作，整天在家，这些事还要我做？这不都应该你做的吗？快，浩浩！你的破工作有什么好总结的？你就听我的，别整天磨磨唧唧的啊！来，不要！梁宇，你在干什么？那是跟甲方的保密项目，你瞎发什么？马上给我撤回！这个月工资你别想要了。妈妈，我饿了，快去给我做饭。几点了？怎么才回来啊？赶紧做饭啊！浩浩可是你亲儿子啊，你自己说要照顾他的，赶紧做饭。你干嘛呢？我刚刚切到手了，照药香。哎，让你做个饭还能把手给切了，你能不能别只顾着自己啊？博浩还饿着，你把饭做了行不行啊？屁大点伤口处理个什么东西啊？搞笑！要是林峰，他不会这么说我的。曾经我以为深爱一个人就该付出一切，如今想来不过是自我感动罢了。现在我清醒了，我的选择无比正确。你这个月得给我1万块钱，你知不知道浩浩每个月的兴趣课要多少钱？我每个月抽烟喝酒要多少钱？之前给你们转钱是让你们生活用的，我拿我的工资和林峰每个月给我的钱都给你们了。前2天你害我工资被扣了，我只有那么多了。妈妈好凶！你凶什么啊？哎，你凶什么啊？我是因为你有钱，我才把工作辞了，照顾浩浩。哎，你还凶起来了，还把孩子吓到。浩浩，怎么走？慢点啊！妈妈，我们在便利店拿了点东西，没给钱。浩浩，你上一次偷拿妈妈钱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偷东西是不对的，现在立刻还回去。妈妈好凶，我就要这个，你不给我拿，我就打你！哎呀，浩浩还小，不懂事儿，你别和他计较嘛。我他妈还是因为没钱嘛。都怪林峰的王八蛋在医院躺着装病，那医生说的那么严重，我怀疑串通好的演的苦肉计，就是想让你心软，我去伺候他。都是林峰，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里。他肯定是装的，他不就是被浩浩推了一下吗？能有多严重？要是真的那么严重，他早就报警了。他就是想用这种卑劣的手段绑住我，他肯定是想让我向他服软。还有那个私生子，他到现在都没跟我说清楚。我要去医院找他，他必须给我说清楚。就算要离婚，也是我跟他提。林先生，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马上推你去做手术。你准备的材料我都看过，等我出了，马上走法律程序。我要让梁宇还有他妈宋伟和他儿子付应有的代价，我的钱1分都不会留给他们。二位，林先生现在不方便见你，回吧。不方便？我看他就是没脸见我们吧。他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，现在想躲起来了。林峰，你现在给我出来！你不要以为躲在里面就可以解决问题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是你最后的机会，只要你现在出来给我道歉，把事情解释清楚，我还可以原谅你。不然，你以后都别想见到我了。就是他害我女儿平白无故花了60多万，还偷摸养了个私生子，现在躲起来，不就是不想还钱吗？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，他必须把钱拿出来。林峰，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，都这个时候，你还在装。林峰，你装什么死？你快给我起来！够了！你们以为林先生真的在演？这是林先生全部伤情鉴定和全部病历，足以证明你们几人对林先生造成严重伤害。他刚刚算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
做了5个小时的手术，你们自己看看清楚。原来林先生的伤是你们造成的，我警告你们，你们对他的行为已经算是故意伤害，他随时可以报警抓你们。这怎么会？梁女士，没事的话麻烦让开，病人还需要回病房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么严重？完了，林峰这下彻底不会原谅我了。你担心什么呀？不就被推了一下，撞了一下，能有多严重？医生啊，都会夸大其词，好让病人呐多花钱。妈，可刚刚那些报告怎么了？就算是真的，又怎么样？小雨，你清醒点儿。林峰他就是个舔狗，这5年对你怎么样，你不知道啊？这次啊，他肯定是拿苦肉计想拿捏你。大不了啊，等回家以后啊，你好好哄哄他，他又会屁颠儿屁颠儿的追着你了。可是什么？你现在要想的不是他原不原谅你，你要想想你和浩浩怎么办。林峰他再怎么说也是个后爸，他能真心实意的对浩浩，心里指不定多嫌弃浩浩这个拖油瓶呢。现在趁着他躺在医院，咱们正是时候。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得趁他不清醒的时候多想想办法，从他那儿多拿点钱。以后浩浩读书、结婚、买房都得用到钱的。我知道了，妈。现在咱们先回家想办法，从长计议。医院这地方太晦气，少带。爸爸棒不棒？棒不棒啊？棒！哎，小雨啊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在医院收那个王八蛋戏了吧？他是不是装得很像，想博你同情？哎，你说话呀！怎么见到老相好，魂都丢了，说话都不理？我累了，别烦我。你心里果然还有林峰，看来我必须得下个猛药，把你的心彻底拴在我儿子这边。妈，我这心啊，堵得慌啊！又怎么了？还不是小雨啊，他现在对我意见大得很。我知道他是在怪我算计林峰，怪我后来没拉住浩浩。但我不是为了浩浩，为了他吗？为了我们这个家吗？那浩浩又不是林峰的亲生儿子，又不会真心的对浩浩，小雨跟着他能有什么好啊？妈妈呀，我知道我就是个没有用的前夫，但是现在这小雨的心里还是更向着林峰了。只是可怜了我们浩浩啊！姥姥，妈妈不爱我了，她记得那个坏男人生新宝宝了。胡说！你妈怎么会不爱你呢？她敢！你放心，小雨她现在就是一时糊涂，被林峰那副死样子吓到了。等林峰好了以后啊，就跟林峰离婚，把钱都弄到手。以后就你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。妈，您说的对，我也是为了浩浩好。您看浩浩住在这小破房子里，上学也只能上对口的普通小学，哪能跟那些有钱的孩子怎么比啊？要是能住进林峰那个大房，上最好的私立学校，那房子本来就是林峰娶小雨准备的。这样吧，明天我就去跟小雨讲一下，让浩浩先搬过去住。浩浩是他的亲儿子，他住过去又怎么了？这小雨能同意吗？而且就算浩浩住过去，小雨心里还是有林峰啊。但是，妈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可以让小雨的心啊彻底的倒向我这边。什么林峰啊，都得靠边站。什么主意？就是让小雨再怀一个2胎，等小雨怀上我们的孩子之后，这心啊自然就牢牢的锁在我和孩子们身上了。到时候这林峰的钱呐、房子啊，还不都是我们的？浩浩也能有个弟弟妹妹，多好！好了，弟弟妹妹。行，妈帮你。不过你得保证，以后必须对我女儿，对浩浩好。妈，您放心，只要我跟小雨复婚，
我一定把她当公主宠着，把您啊当亲妈孝敬。妈妈。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浩浩，别乱跑，小心点。妈，让你们和浩浩暂时住进来，是看浩浩马上要上学了，这里离学校近。但这毕竟是林峰的房子，他的东西你们千万别乱碰。还有，林峰一旦出院回家，你们必须马上搬走，不能让他发现，知道吗？哎呀，知道。小雨，我们就是借住，肯定不给你添麻烦，不动林峰的东西啊。就是，我们心里有数。你赶紧上班去，快去，去吧，别迟到了啊！去吧，去吧。也不让小雨紧张什么。等到林峰离婚了，这房子迟早是咱们。爸爸，这个房子比我们家大100倍。喜欢吗？以后这就咱们家了。走，爸爸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。快去！哇，爸爸，这些衣服看起来好贵。贵？这以后都是老子的。来，好，给爸爸挑好看的穿。爸爸，看，钢铁侠还有绿巨人，喜欢就拿着玩，这些以后都是你的啊！林先生，我们的人刚刚传来消息，梁女士已经将宋伟、她母亲以及儿子浩浩接入了您和他的婚房居住。好，动作倒是快。我正愁他们躲在外面，有些证据收集起来麻烦，这下倒好，自己送上门了。是的，有了这些证据，对我们后续起诉很有利。那就麻烦张律师安排人把证据收集齐全。医生说我还有1个月才能出院，就让他们先好好享受一下这偷来的生活。毕竟站得越高，将来摔下来才会越疼。小雨，工作一天辛苦了啊！你们没乱动家里的东西吧？没有，你嘱咐过的话，我们怎么会不听呢？林峰的东西，我们怎么会乱动呢？是吧，浩浩？妈妈，我们可乖了，一直都在客厅看电视。哎，小雨，回来的正好。妈看你最近工作忙，辛苦了，脸色都不好看，特意给你熬了补身子的汤，快趁热喝了。谢谢妈。怎么样？妈，我怎么突然头好晕？你肯定是最近太累了，快扶小雨回房休息。好累吗？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小雨的，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，为了浩浩。你可要记住你说的话，好好对他。妈，你放心好了，等我和小雨复婚，肯定好好孝敬你。你天天在老子面前装清高，心里想着林峰那个病鬼。等老子让你再怀上一个，你的心、你的钱，还有这大房子，迟早全是老子的。小雨，你醒了？宋伟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小雨，你听我解释。昨晚你不舒服，我就送你进来休息，然后你突然就拉着我说爱我，离不开我，我一时没忍住，我才……你混蛋！我想起来了，他昨天给我的那碗汤有问题。好吧，你俩合起伙来算计我。宋伟，你无耻，你混蛋！小雨，我承认是我让妈帮我的，那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因为我爱你呀，因为从离婚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，我只是想我们一家3口能够真正团圆。是啊，小雨，你别怪小伟，也别怪妈，妈也是心疼你嘛。林峰现在躺在医院，是死是活还不知道，他心里有那个野种，
你的位置？宋伟才是浩浩的亲爸，也是最爱你的那个人。妈是不忍心看你们两个有情人啊，硬生生被拆散的。小雨，妈说的对，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挣钱，给我一个机会，一个浩浩，一个完整的家，我一定会好好养你们，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妈妈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想要爸爸妈妈在一起，我们一家永远不分开。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接，我也想要你接我放学。行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绝对不能传到林峰耳朵里，听到没有？哦，你放心，小雨，我保证守口如瓶。你好好休息，我这就去给你做早餐。哎，小雨，你啊，昨晚辛苦了，多补补。以后啊，家里的活儿我都包了，你呢，只管上班，下了班就有热菜热饭吃。就是，你看宋伟多心疼你。林峰什么时候给你下过厨？哎，小雨，我知道你一时还接受不了，没关系，我等你，1年、10年、一辈子，我都等。只希望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弥补这些年对你们母子的亏欠。别说了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你慢慢想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我上班去了。上班注意安全啊！昨天晚上有把握吗？我看小雨好像都没松口。妈，您放心，我昨晚可没闲着，来了好几次，而且我还给她吃了点药，助孕药。等她怀上了，心自然就定了。到时候她想不跟我，也只能跟我。不管怎么样，为了浩浩啊，这段时间你也努努力。女人嘛，最爱听甜言蜜语，让她心里完全没有林峰就好了。小雨，给你热了牛奶，工作不要太晚，对眼睛不好。爸爸好棒！妈妈快来看！就知道你会忘带伞，这外套会穿上，别着凉。小雨，这是你最爱的百合，我特意给你买的。辛苦了，干杯！干杯！小雨啊，辛苦了，多吃点。多吃点啊！拿，浩浩，想吃什么尽管拿，爸爸买单啊！林先生，这是我们的人这段时间搜集到的证据。目前，梁女士和宋伟已经在您的婚房同居。另外，我们调取了您家中监控，我们发现宋伟和宋浩浩在这半个月内损坏了您书房内价值约15万元的限量版手办和模型，穿用了您衣柜中多件高档西装和衬衫，并取走了您书房里2块名表和一个和田玉摆件。哼，很好，这才半个月不到，这一大家子住场就已经鸠占鹊巢了。张律师，替我好好保存好这些证据，让他们笑吧，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。好的，我会继续派人盯着。另外，医院这边说您再有半个月就可以康复出院了。等我出院的时候，就是跟他们彻底清算的时候。怎么会？浩浩，记得全都喝完啊！小雨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来，坐。
小雨，你这手里拿的什么？2条杠。小雨，你怀孕了，我又要当爸爸了，好像要有弟弟妹妹了。哎呀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！老天开眼了，这下好了。小雨，你看到了吗？这是上天的指示，连老天爷都在帮我们，想让我们家真正团圆。我还没和林峰离婚，我现在怀孕了，怀的还是别人的孩子。这要是林峰知道了怎么样？啊？那个林峰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他要是有你的话，他会躺医院这么多天不联系你吗？他会任由你不闻不问吗？说明他心里早就盘算着怎么跟你离婚，好去找那个野种和那个野女人去了。就是，说不定他早就转移财产了。小雨，你现在怀了小伟的孩子，你们才是一家人。趁着林峰还没出院，脑子不清醒，你赶紧去找他。找他？找他干什么？当然是捞一笔钱，然后离婚。对，房子要必须拿到手，还有一笔补偿款。林峰那么喜欢你，你讲几句软话，他就同意了。到时候你跟林峰离了婚，再跟宋伟复婚，再跟浩浩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好好过日子。可是，小雨，就当是为了浩浩，为了我们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搏一把。你也不想我们孩子一出生就跟着我们受苦吧？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啊！再说林峰那么有钱，他分给我们的不过是9牛1毛罢了。就是闺女，你得为自己打算，也得为孩子们打算。好，我去试试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您知道一个叫林峰的病人在哪里住吗？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我们不能随便透露病人信息。不是，那个我是他老婆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结婚照，我没有骗你。24楼61号，前面坐电梯上去。谢谢。什么人啊？自己老公生病住院了，连房间号都不知道。老公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你，你好点了吗？来看我？来看我死没死，好继承我的遗产，和你的小白脸宋伟去潇洒去啊！林峰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是真的担心你。担心我？我看是宋伟那个家伙又想买什么新手机、新球鞋了。你没钱了吧？所以才想起医院里还有一个任你予取予求的好老公吧？啊？林峰，你非要这么刻薄吗？我是有不对，可宋伟毕竟是浩浩的爸爸，他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我帮帮他怎么了？你以前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哼，我以前是大方到去帮你养一家3口，用我的钱去帮你养你的前夫和儿子。你当初娶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有过去有孩子，你说过你会接受，会把他们当亲人一样。你现在又来计较这些，林峰，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哼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同学会的事儿是我和宋伟的不对，我们不该算计你，那不也没成功吗？到最后不还是宋伟买的单吗？你至于那么不依不饶的吗？梁宇，有时候我真是佩服你，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可真是登峰造极啊！这6年我出钱出力出房子，你不想上班我就养着你，可是你呢，带着你前夫一家3口嫁给我，来吸我的血，这婚你结的可真是够划算的。好啊，林峰，我好心好意来看你，没想到你这么想我，我就不该来，你别后悔，别以后求着我来看你。林先生，您上次说想让妻子净身出户，我已经分析过了材料，起诉的胜算很大，您看什么时候？不，我现在不仅要他连房子、存款、车子1分钱都拿不到，我还要让他把这些年转给宋伟的钱1分不少的全部吐出来。梁宇，直到现在
你还在为自己找借口，试图把责任推给我。6年的婚姻，我对你爱和包容，都变成你利用算计我的工具。我绝不会对你再心软，我会让你和奸夫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林峰，宋伟和妈说的没错，我就应该为自己考虑。不过一点小事，你就这样小心眼的记恨我？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您这张卡余额不足。什么？你说这个吧。女士，余额不足。不可能啊！林峰每个月明明给我2万块钱亲密服，怎么可能不够呢？女士，请让一下，不要影响到后面的客人结账。林峰，你什么意思？取消我亲密服，还……把我的卡冻结了，把亲密服也给关了。林峰，你好样的，居然敢这么对我！如今宋伟一家搬进了你名下的房子中，目前我们搜到的这些证据，足以证明梁宇婚内出轨。我们胜算很大。既然证据够了，这套房子是我和梁宇结婚前买的，是属于我的婚前财产。张律师，帮我把那套房子挂出去吧。好的。林经理，恭喜您，公司决定给你升职为副总，并且公司现在上市了，你手中的股份估值现在约是5000万。等我出院，就是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时候，希望到时候他们不要后悔。小雨，回来了，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是不是去医院受林峰那王八蛋的气了？是不是他又骂你了？钱还是没拿到啊？我就说嘛，他就是个白眼狼。他说这辈子我都别想花他1分钱，还威胁我说要报警抓我。妈，宋伟，你们说的对，是我之前太傻，男人的心变得太快，靠不住。只有钱，只有抓在手里的钱，才是自己的保障。我以后再也不会对他心软。就是啊，小雨，你早就该这么做了。那个林峰表面上装的是人模狗样，其实背地里是自私凉薄呀，说不定在心里啊早就想甩掉你了。呸，就是的，什么玩意儿！小雨啊，你要听妈的，以后要一心一意为这个家还有浩浩和你肚子里的孩子着想，别再想那个负心汉了。小雨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。是，我宋伟没有他林峰有钱，我对你的心是天地可见。你相信我，我以后会加倍努力。等你肚子孩子出生了，我们一家4口，我相信一定过得比谁都幸福。谢谢你，宋伟，谢谢你，这么多年还一直等着我。傻瓜，等你是我这辈子做过最不后悔的决定。蠢女人真好骗，几句甜言蜜语就晕头转向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省得我费尽口舌。林峰的钱、房子很快都是我的。小雨啊，你今后怎么打算？林峰他那么强硬的态度，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当然不。妈，宋伟，既然林峰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之前家里翻出那些信封，就是最好证据。我要找律师，他婚内出轨，和别的女人有私生女，我要让他净身出户，把属于我都拿回。就这么干，小雨，你要让他净身出户，1分钱都别想带走。对，咱们起诉他，他的房子、车子还有存款都得给你，妈支持你，明天咱们就去找律师。林先生，刚刚收到消息，梁女士已经正式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，理由是您婚内出轨，与第三者育有私生女，并提交了一些材料作为证据。她要求您净身出户，并且支付高额赔偿。她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，被人当枪使了这么多年，到头来还在用这些蠢办法。
那些信他到现在还没想清楚是怎么回事。果然，他对我没有什么真心。张律师，证据搜集的怎么样？基本齐全了。浩浩故意伤人的证据，以及你的验伤报告，以及梁母宋伟非法入侵住宅、故意损害财物的证据，和梁宇婚内出轨，以及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证据。好，准备反诉吧，张律师。好的，明白。那梁宇起诉你？哼，这些年我资助小花的证据全都保留了下来，包括给她的汇款凭证、学校的感谢信。他想起诉我，无非是自取其辱罢了。好的，林先生，我立刻着手去办。这场闹剧也该收场了。宋伟，你声音小点，我难受。难受多喝热水嘛，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影响我打游戏关键时刻呢。不是你吐，我能不能去厕所吐啊？你熏得我头疼。哎呀，我去客厅睡了啊！你这病法太严重，熏得我头疼。哎呀。我以前上吐下泻的时候，林峰也没有。不行，我在想什么？林峰已经是过去式了，宋伟才是浩浩和未来孩子的爸爸，他只不过是还不适应，我要给他点时间。下个月的信用卡，还有产检费、浩浩的学费。现在林峰动了我的卡，钱根本不够用。哎，小雨，给我拿2000，晚上跟哥们聚聚。2000？宋伟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你怎么还乱花钱？不是男人出门在外不要面子的吗？我跟哥们吃饭怎么了？再说钱没了可以再赚嘛。等林峰把钱赔了，不就都有了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赶紧给我转，我出门了。爱你。喂，哦，好的，我马上过来。浩浩妈，情况就是这样，是浩浩先主动动手打人的。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？下手这么狠！今天不赔偿道歉，这事没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教好孩子，医药费我们赔。你活该！谁让他不把他的铅笔给我用？打的就是他，赔点钱怎么了？妈有的是钱。宋浩浩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明天不用来上学了，回家反省。什么时候认识到错误，什么时候再来。浩浩，快跟兔小阿姨道歉！我才不道歉！发起进攻！干他呀！浩浩被停课了，我要去上班。这几天你在家好好看着他，别让他惹事。我哪看得住他呀？你自己儿子自己管呗。我晚上还要牌局呢。就是，算了算了，孩子还小，调皮点正常。小雨，你别那么愁眉苦脸的。等咱们跟林峰的官司赢了以后啊，拿到钱，浩浩想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。现在吃苦受委屈，都是为了将来的好日子嘛。上！梁宇，你看看你做的材料，全是错。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做事情这么不仔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马上重做。梁宇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被开除了，现在立刻马上走！赶紧给我转5本。南风，干啥呀？出牌啊你！哎，怎么了？啊？
啊，小雨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赶紧给我转点钱，今天手气被输了不少。干什么呀你磨磨蹭蹭的，赶紧拿钱呐！就几千块钱，先给我垫上，我饭本还你。我没钱。哎，什么叫没钱啊？我这朋友都在呢，给我点面子，别逼我生气啊！面子？宋伟，你给我讲面子！你要真要面子，你就不会天天问我伸手要钱。我的钱难道是大风刮来的？你倒好，整天游手好闲，什么事都不干，带着这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来到家里，把家里搞得像垃圾场一样。阿强他们都在呢，当着我朋友面，你发什么疯啊？我说的有错吗？你除了会打麻将、会喝酒，你还会干什么？好好的学，生活费，你妈那个无底洞，还有你们父子俩的生活费，哪一样不是我在撑着？你现在还敢跟我要钱？我告诉你，我没钱，我1分都没了。梁宇，你现在嫌我不能挣钱了是吧？啊，你是不是又怀念林峰了？啊，觉得他能挣钱，他能满足你啊？行啊，那你去找他呀！你在我这儿发什么疯啊？对，我就是想他了，至少他不会像你一样，是个只会吸血的寄生虫。干什么？那个伟哥嫂子，你们好好说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不是，没打完呢。哎，我没翻本儿。哎，不是你给我回来！贱人，老子是给你脸了吗？啊，敢掀老子桌子！宋伟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敢打我！我为了你算计林峰，这些年我的钱全填了你们家那个无底洞，现在林峰给我的卡全冻结了，我什么都没了，你满意了？要不还是你自己没用，吊不住男人的心。林峰这么对你啊，现在啊，自己没本事就不要冲我发脾气。我没有，对，我当初就是眼瞎了才会听了你的鬼话。你知不知道林峰差点死了？你个疯婆子，你个妖啊！我就是疯了，我就是被你们逼疯了。要不是你总撺掇我找林峰借钱，我会成今天这样吗？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吗？起了婚还上老子的床，为什么这么骚呢？在床上的时候你不是也很爽吗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怎么打成这样？奥利给，爸爸加油！浩浩，你说什么？我就是给爸爸加油，谁让你不让我打游戏的？你给我闭嘴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他还小呢，懂什么呀？都是跟网上学的，瞎说的，童言无忌，别跟他计较了啊！小伟，你说你真是的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深仇大恨打成这个样子啊？梁宇他现在是觉得我们破坏了他和林峰的大好姻缘了，在这乱发脾气。小雨，小伟可是浩浩的爹，浩浩是我们家的独苗，林峰那个人啊，到现在也没给你怀上个孩子，你为了他跟他闹脾气，真的是不值得。为了浩浩就是忍，为了浩浩上，妈，我上的还不够多吗？自从我嫁给林峰开始，我听你，我让着浩浩，让着宋，我让的还不够多吗？让我拿林峰的钱去补贴他们，我补贴的还不够多吗？现在林峰恨透了，我的钱全拿给他们补贴了，我让的还不够多吗？他还打我骂我，妈，到底谁才是你的女儿？哎，你这个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还不是为了你和这个家好啊！行了，我受够了。这么冷的天，穿这么少出来，生病了还得照顾你，麻烦精。那你可得好好照顾我。梁宇，吵架就吵架，也别跟自己过不去。穿这么点，冻感冒了，最后难受的还不是自己？不用你管，
好，我不管，那就拿着我的卡，给自己开个好点的酒店，再吃点好吃的，别委屈自己。等你气消了，记得回家。宋伟，你动我卡里的钱了，那5000是我要给浩浩交的学费，这是我最后的钱了。混蛋！爸妈，我给你们报了那个豪华欧洲10日游，旅游团都是顶级的，吃住行都安排好了，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的。啊，我还给你们卡里转了20万块钱，你们就去好好玩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别舍不得。哎呦，你不用管我们了，你赚钱也不容易，这钱啊留着给你们2口子花，大过年的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。你跟小雨啊，好好过个年，不用管我。就是，你们好就行了。爸妈，有件事我想跟你们说一下，我准备离婚了。啊？离婚？你跟小雨不是过得挺好的吗？怎么？哎，儿子，你不要有压力。虽然爸不知道具体是为什么事，爸是相信你的。你呀，不是个冲动的人，你做出什么决定，自己想清楚就行。爸妈都支持你。对呀，爸爸妈妈永远支持你。你呀，要确实受了委屈，就回家。妈给你包饺子，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。好，妈，等我忙完了，我就回家。以前，梁宇总是以各种理由让我陪他回娘家过年，变着法的让我花钱给他家买这买那的。这几年事无巨细的讨好他们一家人，却忽视了真正爱我的人。林峰，我们可以见一面吗？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见的。林先生，您的检查报告出来了。您恢复的不错，再观察3天，如果没有任何问题，就可以办理出院了。谢谢医生，辛苦你了。林峰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好好聊聊吧。我真的很想你。可惜，梁宇，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。成年人的世界，既然做了选择，就要承担后果。这点钱，开个酒店都不够。姑娘买彩票的吗？看看需要哪一种。老板，外面实在太冷了，我能不能在这待一会儿啊？就一会儿，保证不打扰你工作。我可以买张彩票。行吧，不过天快黑了，我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关门了。好。好嘞。谢谢。哎，小雨，你快回来，出大事了！家里来了一群人，说这房子已经卖了，让我们必须搬出去。什么？怎么了？房子怎么回事啊？中介说房子确实已经被卖了，是新业主委托他们，限我们明天之内必须搬走。什么？卖了？这个遭天杀的林峰啊，他凭什么卖房子？小雨，这房子可是你们的婚房，有你的一半，你赶紧打电话问问，看看怎么回事。林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凭什么把房子卖了？那是我们的婚房，我也有份儿。梁宇，那套房子是我和你结婚前全款买的，是我婚前个人财产，我想卖就卖了，还需要向你汇报，征得你同意吗？可我们还没离婚呢，那是我们的共同住所，凭什么不经得我同意就卖？我去！
有这个天杀的林峰啊！这是要逼死我们呀！这大半夜的，让我们住哪里去呀？我不要搬家，我不要回这个破房子，这里又大又漂亮，我要住在这儿。别哭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今晚就搬宋伟那儿去。操！这叫什么事儿啊？都怪你没有用！那林峰说卖就卖了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这里好重，好小，我不要住这儿，我要回大房子。就是小雨，你说你办的这叫啥事儿啊？早知道林峰这么狠，就不该把他得罪死了。够了！你们现在知道怪我了。当初是谁撺掇我去算计林峰的？是谁说林峰是舔狗好拿捏的？是谁住进人家家里，把那当成自己家乱搞的？现在出事了，都知道怪我了。你们有本事自己找林峰要房子，冲我吼什么吼？你冲我嚷什么呀？那么还是你自己不争气。这么多年都没给林峰生个一儿半女的，他才这么绝情。你要是早点怀上他的种的话，那房子说不定早就过户给你了。像现在这样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喂，谁呀？大晚上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喂，女士，恭喜你呀！你今晚在我这儿买的那张彩票中了1等奖，500万，我这小店可算抽大奖了，你可真是福星啊！小雨，你中大奖了？我就说嘛，老天爷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你跟林峰那个混蛋离婚以后啊，老天就送这么大个奖，是不是？我们要过好日子了。哎呀，500万！不愧是我宋伟的女人呐，就是有福气。那林峰不就有几个臭钱吗？现在我们有钱，比他更有钱了。哇，妈妈中奖了，我是百万富翁了！我买手机，买游戏机，买好多好多玩具。对，林峰不就仗着有几个臭钱，瞧不起我们吗？现在我梁宇也有钱了，这钱是我们的，谁也别想拿走。小雨，你看啊，这钱到手，咱把钱放银行里，那就是死钱，咱得想办法让钱生钱。生钱？哎，对，我有个铁哥们儿，最近搞个大项目，内部消息稳赚不赔，咱把这钱投进去，至少能翻3番。等放进去1年之后啊，到时候少说能挣个1000多万。到时候别说豪宅了啊，那更好的豪宅咱们都买得起。真的？什么项目？靠谱吗？小雨，你说宋伟他能骗子吗？他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。你现在有钱了，咱们得想办法让钱多生钱，这样咱们的家底会越来越厚，咱们的日子也有底气了，也越来越好了，是不是？妈支持你投。千真万确，我那个铁哥们儿是项目的负责人之一，这个名额好不容易搞来的。到时候啊，咱把浩浩送去最好的国际学校，给妈呢买个大房子啊，咱们再办一个最风光的婚礼。好，我相信你。这钱拿去投吧。你就等着当千万富翁的太太吧。啊，时隔1个月，我总算出院了。梁宇、宋伟，你们的报应快到！李先生，我们的人刚刚查到，梁女士前几天中了彩票，中了500万的大奖，税后400万。没想到她运气这么好。哼，运气是不错，可惜她当天就把这笔钱全数交给了宋伟，而宋伟转手就将这笔钱投入了一个叫南海新能源的项目。南海新能源，我记得这个项目我们公司投过，上个季度亏损严重，资金链已经断了，我们公司已经撤资了。是的，据我了解，这就是个杀猪盘。宋伟投进去的这400万，恐怕是要肉包子打狗。没想到他运气这么好，却遇到宋伟这样的猪队友，这钱怕是血本无归了呀。啊，对了，法律程序走到哪一步了？所有诉讼材料已经全部提交，法院已经受理，很快就有结果。真是期待他们收到这份大礼的时候。进。林总，这是这个月的项目资料汇总。好。啊，对了，之前那个南海新能源项目现在什么情况？林总，您怎么想着问他？那个项目持续亏损，项目负责人前2天就跑路了。啊，
我随口问一下，资料我一会儿看，你去忙吧。好，是林总。什么叫项目崩盘了？什么叫负责人跑路了？宋伟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的500万就这么没了吗？你吼什么吼啊？投资有风险，你懂不懂啊？啊，我哥们也赔得倾家荡产啊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是你口口声声说的稳赚不赔的，你他妈就是个骗子！你还我钱！你快把钱还我！你个遭天杀的，这可是我女儿的钱呀，全没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生活啊？够了！啊，自己贪心！梁宇，你脑子有问题是？啊，我说投就投吗？还是你自己贪心，想赚更多呀？啊，现在赔了找我，你告诉我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！你胡扯！我要报警！告你诈骗！好啊，你去跟警察说呀！啊，你看警察管不管投资失败的事情？再说，你肚子里怀的可是我的种，警察知道了会管吗？啊！宋伟，谁呀？梁女士，我是林先生的代理律师，这份文件麻烦你签个字。这是什么？我不离婚，我死都不离婚。哼，梁女士，这恐怕由不得你。第一份是婚内财产追回转告通知书。啊？这5年来，你通过转账、代付现金等方式，向宋伟及其子，还有你母亲转移的夫妻共同财产，共计240万元。我们已经提交了所有流水证据，要求全额赔偿。如果不还，我们将控告宋伟先生及其子不当婚姻。不可能！他怎么敢？第二份，这是当初你们在客厅伤害我方当事人的监控录像截图。我们已经向警方报案，控告宋伟先生以及你母亲非法侵入住宅罪和寻衅滋事罪，以及你儿子浩浩故意伤害我方当事人重伤致残。作为监护人的你和宋伟必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谁家的女婿要搞丈母娘啊？明明是那个男人，他没有本事啊！他现在要讹我们的钱，还有天理没有了！哎呀，大家过来看啊！这个男人太狠心了，把我往死里逼呀！早知道你们就有这一出。谁是韩梅？谁是宋伟？谁是韩梅？谁是宋伟？天哪，这家人是土匪吗？连自己人都下死手，心这么狠呐！那孩子那么小，就这么恶毒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请跟我们走一趟吧，接受调查。女儿，你救妈！妈不能进局子里边，你可是妈的亲闺女儿啊！你救救妈！梁宇，你快跟警察说，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啊，我不能去派出所，我还有浩浩呢。警察同志，梁宇！哎呀，我没想到你这么对。你来干什么？老公，我求求你撤诉吧。妈年龄大了，身体不好，她受不了牢狱之苦。宋伟要是留了案，浩浩以后怎么考公，怎么上学？看在我们5年夫妻的情分上，看在我曾经那么爱你的份上，你就饶了他们这一次吧。爱我，梁宇，你的爱就这么廉价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只要你肯出具刑事谅解书，我什么都答应。可以啊，那就把这个签了。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狠了？净身出户，
还要承担所有债务。没错，房子归我，存款归我，那240万的共同财产就算借给他们。既然你要保他们，那这笔债就由你来背。你给我写一张240万的欠条，分期偿还。如果逾期，我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梁宇，这是你最后救他们的机会。林峰，以前不是这样。那也是被你们逼的。签还是不签？警察那边还在等我回话。谁呀？请问是梁妈妈吗？你是谁？我是小花，以前你资助的大凉山小花。她就是你们口中我在外面生下的孩子。梁妈妈，我听村长说你和林爸爸离婚是因为我吗？我是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？梁妈妈，虽然这5年你没再看过我，但我一直记得你的好。林爸爸每个月都给我写信寄生活费，在信里说您工作忙，心里一直挂念着我，说您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，让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报答你。梁宇，睁大你眼睛看看，这是编，继续编。信里还说您为了资助我，省下了自己买化妆品的钱。去年我考上大学，林爸爸还给我寄了一台笔记本电脑，特意说是给我挑的。梁妈妈，原来那些信件都是林峰在替我赎罪，替我圆谎。我在宋伟面前像个散财童子，而林峰却在我背后替我缝补着作为一个人的良知。林峰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都做了些什么？林峰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别哭了，烦。既然知道错了，那就把字签了。我签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什么都行。梁宇，你签了？你真的签了那狗屁协议啊？净身出户负债240万，你他妈疯了！天哪，那个人渣真是遭天杀了！他是要逼死我们吗？你说你签了字，你真糊涂！我们以后吃什么喝什么，浩浩以后怎么办呢？我不签，难道看着你俩去坐牢，看着妈这把年纪去受罪吗？宋，你还有没有良心了？良心？我有个屁的良心啊！那些钱早就吃了花了喝了用了，我拿什么还啊？你让我浩浩以后喝西北风啊！女儿，爸老了，经不起折腾了。这钱是你答应还的，你赶紧去借吧，你别把妈牵连进来。哎呀！这件事情就是因你而起，要不是你们用拴不住林峰的心，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？你们去还债，谁还债啊？你让我跟浩浩跟你过这种猪狗不如的日子吗？浩浩是你亲儿子。就是啊，女儿，这个债是你背的，你想办法把钱弄清楚，还干净了。妈可没钱给你背这个窟窿啊！好，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我为了你，丢了婚姻，丢了工作，丢了房子，现在又背上了一身永远还不清的债。这就是我梁宇心死维护的家人。你发什么疯啊？你现在赶紧想办法挣钱才是正经事儿。钱？我去哪儿弄去？我的信用卡早刷爆，高利贷全借遍了。你们自己有本事，自己去弄我！林先生，梁宇已经签了所有文件，这是谅解书。
您看，签吧。您真的原谅他们？原谅？不，签下这份谅解书只是让他们免于实刑，不用进去坐牢，但案底必须留下，该有的经济赔偿1分都不能少。我要让他们一辈子都背着这个污点，活在阴影下，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惩罚。啊，对了，把宋伟这件事情好好宣传一下，我要让他在这座城市里永远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。明白。林峰，林峰，我们真的回不去了。梁宇，不是我们回不去了，是我不想回去。宋伟，你在干什么？哎呦，你不就是宋伟那个没有用的前妻吗？看什么看啊！小雨啊，你要钱没钱，要本事没本事，我不找个人养我，跟你饿死在地上是啊！你把他带家里，浩浩还在，你当着孩子面儿！哎呀，那个小孩机灵得很，我给他买手机的时候，他喊我妈妈，喊得可亲热了。以后啊，就咱们3一起住。你呀，要是识相点，你就滚蛋；你如果要是留下来，那你就伺候我们3。我去你妈的！这女人啊，这女人，我要杀了你们！疯子，宋伟，赶紧去拦住他！不许欺负我新妈妈！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！放开！医生，病人经抢救无效，颅脑重度损伤，当场死亡。今天会议就到这儿，大家辛苦了。喂，哪位？林峰，是你吗？是我。林峰，浩浩没了，妈也瘫，只会流口水。宋伟也疯了，被穿大褂的抓走，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我现在一个人住在地下室，只能去工地旁边捡点废品，一天赚10几块钱，不够吃饭，更不够还债。林峰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我昨天翻到了一个旧箱子，里面有以前写的日记，是我5年前我们刚认识、刚结婚的时候写的。我本来有这世界上最好的老婆，有最幸福的家，是我亲手毁了这一切，是我把珍珠当成榆木，把真心踩在脚底。林峰，我求求你，让我见你一面吧。梁宇，你日记里的林峰，那个深爱着你、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林峰，早就已经被你亲手杀死了。我们之间，从你选择背叛、算计、伤害的那一刻开始，就注定不会再有交集了。保重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慈善晚宴。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回馈更多的爱给其他人，所以在这里我呼吁大家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参与慈善事业。谢谢大家支持。林峰先生，
久仰，感谢您对本次慈善项目的慷慨支持。顾小姐过奖了，是你们项目很有意义。林峰，我听说过一些关于你的事，你经历了那样的事情之后，你能重新站起来，并且走得那么好，你真的很勇敢。能在废墟中重建自己，你的内心已经充满了力量，你值得这世上最好的一切。谢谢，谢谢。新年快乐！来，过年了，咱们家讲个老规矩，转盘，鱼头指向谁，谁来年好运当头。好。发什么呆呢？大过年的，您可是最幸运的，鱼头对准谁啊，谁就吃第一口鱼。今年啊，顺顺利利，万事如意。对，对，小妍说的对。来，小林，多吃点儿。以后啊，这就是你的家，想吃什么就说。我看呀，你们两个早点把婚结了。哎呀，他们年轻人随他们吧。来，为新的一年平平安安、和和美美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幸运，从来不是靠什么鱼头对准谁来决定，更不是靠委曲求全、牺牲自我换来的婚姻。真正的幸运，是当你坠入谷底、身处废墟时，还有勇气挥别错的人，斩断腐烂的根，然后亲手在废墟之上，为自己种出新的春天。感恩命运始终掌握在不放弃的、勇敢的、值得被爱的我们自己手中。